张大人，怎么样？水井屯的胡库人暂时退了，3200多胡库人逃了大半，其他的不肯降，好不容易留下20多个活口。现在水井屯的人正在忙着掘壕沟，守备不足，还想回来讨些人手。汤将军，这位便是方参军。方大人年少英勇，我与他在居北镇见过。黄泉营参军方海士参见汤将军。陆副将、陈副将，在。你二人即刻率所属前往水井屯，驰援水井屯驻军行事。是。汤将军，水井屯形势紧急，末将也可以一同前往。有陆副将和陈副将就够了。待到壕沟挖好，冰川这一条路也算是堵上了。你不必再去水井屯，就留在营中，关上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汤将军，整日奔驰作战，还请将军为我后面马上要赶到的兄弟们准备些汤食，尽快疗伤。方参军虽然年轻，忠勇善义，却得到青海公的真传。来人，为这些兄弟们准备汤食、诊治。是。就那么点伤，还叫呢？没事。这么戳你不疼啊？你不疼啊？瞧人家水井屯的小样，我怎么了？啊？我什么样啊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我也受伤了，我。诸位，汤将军来看望大家了。汤将军，方大人，不管伤势轻重，一视同仁。这些都是为大征国土洒过鲜血的人，日后还要为大征效力，不可轻待。是。伤口或许会很疼，但过去这一道关口，便是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将军说的是，这水井屯确实是一道关口。若不是因为我们大哥英勇无畏、战术得当，我们几个人死在那儿也就罢了，就怕连这水井屯也失守了。这次多亏了大哥，我们才捡回一条小命。谢方大人，谢方大人。哎，将军，我们大哥安排了3路夹击之策，只给敌人留了1个出口逃跑，率领军民一起打击。诸位可以想象一下啊，这胡库士兵怎么能抵挡住咱们3路夹击军民联合呢？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啊！对，果不其然，就从大哥给安排的那一条唯一的退路给逃跑了。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，只见大哥是身影一闪，直接落在了那西门的土墙上。再翻回头看咱们水井屯，恨不得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旌旗招展。将军，总之，我们是在大哥的带领下，赶走了胡库人，夺回了水井屯。我看你啊，打仗是没那么生龙活虎，这会儿倒绘声绘色了。你呀，就不该来参军，应该去说书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若不是事实啊，早就把你嘴给堵上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好，方大人英勇，诸位也都是热血男儿，军中精英。我已分派了伙头，杀了羊，做了饭，今夜为大家接风，庆功。好。这关外气候寒冷，眼下冬季将至，是1年之内最难熬的日子。只有这些粗粟麦、羊肉和酒，全当为诸位接风洗尘了。方大人，还多亏了你，当断则断，飞驰前往水井屯救人呢。水井屯兄弟损伤过千，
末将心中委实难受，怎经得起将军这样称赞？胡库人的凶残和暴力有目共睹，能保住水井屯的驻军和百姓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边塞战场，人如草芥，个中荣辱，天地共治。来，干！请。怎么，不舒服吗？方大人年轻出阵，战况又如此惨烈，一时反胃也是难免的。当初大家都是这个德行，久了自然就好了。那是，日后还要仰仗像方大人这种年轻勇猛的将领上阵杀敌，击溃胡库，要尽快熟悉起来才好。谁天生杀过人呢？我初见方大人时，只听别人称呼他方小公子，看上去身量中等，容色堪称秀雅，不似战将，倒像是个幕僚谋士。没想到这一打起来，竟如此勇猛，让汤某刮目相看呢。汤将军过誉了，是大家共同努力，所以才能击退敌军的。果然有刘商方氏的家风。刘商方氏这一代家主，青海公方建明，14岁便领军作战，驰骋于两军之中，6军必役，叫敌将折剑。当初经闻他病逝的消息，汤某还感叹良久。没想到青海公竟然还活着，真是世事难料，天命叵测呀！你到达黄泉营之后，必须要全力护卫汤潜子，如同护卫我一样。一旦我在都中给你寄信，无论内容如何，尽快杀了他。来，喝酒。可不是嘛，天命叵测。方大人，你殿选第3，必是曾入宫面圣的，陛下可安好？陛下很好。那昶王殿下和淑容妃可安好？都好。听闻昶王每日最新在养育他的鹰隼，淑容妃进宫以后生了一次病，不过很快就好了。都好就好，都好就好。还在抢修冰川下的壕沟，好像完全没有发现咱们已经沿着冰川悄悄来到了这边。还是夺路的主意有用，声东击西。不过3000人攻击水井屯，就遮掩了整个湖库左部的潜入。只要我们小心一些，再小心一些，黄泉关就是我们的了。师傅，黄泉营那边的消息来了。看来是有人故意切断湖库那边的消息线。原来是有内奸。师傅，汉州一带消息线需要尽快填补，倘若消息再有延迟，只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这次海氏迎难而上，保住了水井屯，下一次只怕会带累黄泉关。此事要详加部署。表面上我们是要填补新的消息线，实际上你要不动声色地安插其他的内线，两边分单线进行，不可交互。
不可走漏风声。新的细作线由你来掌控，静待时机，引蛇出洞。是，徒儿这就着手去办。师傅，海师那边，我要不要跟他讲一下？我担心他一……这都个把月了才好的差不多，舒荣妃日后也应当把自己放在心上，不相干的事情就不要去做。这回婢子说的有道理，上次在南宫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陛下虽然喜怒难测，但只要稍微温顺一些，你也未必不能在宫中求存。毕竟有子簪皇后的情分在，天长地久，她总得照看你一二吧。我不愿取这个巧。哎，舒荣妃，舒文妃可是想小乖了，也不知道这皇帝怎么想的，兔子也不让养，小乖在玉安宫也没招惹他呀。留在玉安宫未必是好事。幸好有穆内官，我听说小乖如今是几个内官在照料，他们料理的也很仔细的。舒荣妃，婢子姑娘借不说话。婢子姑娘，舒荣妃，打听到了，如何？小方大人已经随军到达黄泉关，路上还顺路去了趟水井屯，率军不过2000，击退了胡库3000多人，保住了水井屯，首战告捷。可有受伤？听击风馆的侍卫说，小方大人英勇无比，毫发无伤。太好了，小方大人毫发无伤，首战告捷，朕初哥哥身边又多了一员猛将，这可你的了。好倒是好，婢子姐姐日后打探这消息也要小心些，万一被那大真皇帝知道，咱们舒荣妃又要遭殃了。你们俩去给我拿点彩纸来。又不是逢年过节，要彩纸做什么？快去。是。陛下，这今儿的菜不合口吧？要是不合口，炉子上还煨着麂子肉和蛋粥。不必了，再去温一壶酒。陛下，您还是少喝点吧，饮酒过量恐伤及五脏啊。奴婢多嘴。陛下，
楼上请，参阅下联经。祈请龙尾神保佑大家明年都可以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杰明喝多了，哎，怕不是墓上哪家姑娘了？喝多了就丢下去醒醒酒。哼，我没有醉，丢就丢吧，我不怕水，你才怕呢。原来阿旭怕水？谁说我怕水了？不怕不怕，如果你真的掉到水里，我拼了命也会救你上来的。你不是没喝多吗？我们接着喝呀。梦见茂陵惆怅事，桃花柳絮满江城，生计作吹笙。淑容妃还是快些吧，若是被发现，恐怕又要生事了。最近边关战事吃紧，陛下政务繁忙，脱不开身。旁的人更是不会管咱们的闲事儿。再说这双平湖地处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你们就放心吧。龙尾神保佑，保佑珍珠哥哥和小王大人平安，一定要平安。陛下，您小心点儿啊！这脚底下别打滑啊！哎，陛下，哎呦，哦，这是何物？哎，这是水灯啊！哎呀，这宫里不许私放此物啊！奴婢这就着人检查。哎呦，哎，陛下。供奉龙尾神的香叶酒呢？啊，我忘了，提喝蜡亭子里了。我陪碧红去取吧。好，快去。哎呀，陛下，这……子赞，子赞，这么久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陛下，能不能不要走？陛下，陛下，你可……
真的掉到水里，我拼了命也会救你上来的。陛下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昨日陛下不小心落水，受惊着凉，且木内官让我留下，臣妾便陪着。陪着？朕可从未曾要你陪着。金城宫是陛下起居之处，无诏不得入，提篮有罪。昨日是朕喝醉了，要不是有你在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提篮，你有功劳，起来吧。这都是提篮本应该做的，不敢居功。朕一向赏罚分明，更不想欠别人的人情。想要什么都可以提。蒙陛下恩顾，自从回到玉安宫，吃穿用度并未减薄臣妾，日子过得很好，提篮很知足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请御医来给陛下请平安脉。陛下呛水了，容易着凉，千万别生病才好。朕无妨，都是你，怎么还穿着昨日的衣裳？穆德庆呢？就不能给你找一身干衣裳换了吗？不怪内官，臣妾原本是想等陛下睡安稳了再去更衣，没想到自己却先睡着了。退下吧，记得让他们给你熬几副药。这2日别出门了，好好将养。是。
慢着，那只兔子他们给你送回去了吗？陛下在说什么？正是说，那只兔子在朕这儿养着不合适，记得让他们给你送回去。不必跪了。谢陛下，谢陛下体恤。青海宫这边，淑容妃。青海宫，淑容妃。陛下，谁？青海宫求见。进来吧。是。陛下，这么点小事就把你也给惊动了。有奏报，黄泉关的捷报已经传来了。这汤乾子当真挺会做人的，口口声声都在褒扬方海市，好像没了方海市，水井屯就丢了似的。怎么？你这么快过来，不是看朕，是为了给方海市讨赏？臣今日过来，是想跟陛下商讨如何加强汉州的细作网线和黄泉关的安危部署。现在边疆未稳，臣认为湖库对水井屯的一战，不是表面那么简单。你是担心黄泉关，还是担心你那个爱徒方海市啊？朕知你已着手派人处理一事细作，可曾有何风声？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细作的消息如何传出去，还需要查实。汉州一带的细作网线一直都是七在负责，这阵子也劳累他了。前线战事固然重要，但黄泉关凭借其天然屏障，也并非这么容易攻破。倒是你们的婚事，别因此耽误了。臣的婚事，方海市领命前往黄泉关时，朕告诉他要给你和七赐婚，他没告诉你吗？臣无意成婚，也不要再提，以免误了居点一的终身。什么无意成婚？方建民，七待你不薄，难道你想让整个天启城和皇宫的人都看他的笑话吗？臣意已决，请不要再勉强。除了黄泉关之外，陈赫然那边已经3番上书，称吐火虏与泥华罗已然连纵。臣恐将来西南不稳，公事繁忙，臣日夜脱不了身，请陛下以社稷为重，不要再勉强见明。朕算是听明白了。好，那即日起，负责湖库新眼线填补一事，就全交由居点一处理。陛下，你不是事务繁忙脱不了身吗？那好啊，你就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，免得到时候有人议论说朕苛刻陈宫。现在情报之事还没有查出来，有可能是人为，也可能是偶然。如若真的是人为的话，我明敌暗。还有，居点一有眼疾。怎么，你现在在意七的眼疾了？再怎么说，七也是暗卫营线报细作的头领，这点事儿难不着他。陛下，朕意已决，你事务繁忙，不便参与细作网线修补事宜，且去与居点一交接吧。师傅，您找我。坐。
把这封密函亲手交到居典一的手上。之前让你重新填补那些丢了的暗线，以后一并交给他来掌管。填补暗线的事情交给居典一，此事不可呀。照我说的办。胡库此次突袭水井屯，事先毫无预警，可能是有人在大做文章，此事非同小可。师父就此放手，徒儿只怕……这是陛下的旨意，我等唯有遵旨。既是陛下的旨意，也只能办了。徒儿只是担心，海氏刚到黄泉营，暗线一换，我们就得不到他的消息了。而且不仅得不到他的消息，还有很多事情都不好办。师父，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徒儿明白，只是这条线之前都是师父单独对接居典一，徒儿是下属，又是晚辈。若我去，陛下让我交出这份差事，我已遵旨，其他事情不必在意。你只要暗中留意是否有人盯着林锦司便可，一有异动，马上来报。徒儿遵命。怎么办？这密函又不能请别人转交，真是难为死我了。算了，这刘又不知道我是他口中的封神大人，倒不如我就直接闯进去。这刘姐，典一这时候叫咱们去少府监拿布匹，到底是要做什么呀？典一必定有典一的意图，还是快去快回吧。嗯。这刘姐。你说晚上我们吃什么呀？先把公务忙好，再想晚膳吃什么吧。嗯，可是我现在还是有点饿了。方大人，酒后了，卓英参见典一大人。让大家去歇息吧。典一大人，陛下有旨，命季风馆将填补汉州一带新旧消息线事务全权交于典一大人。师父已将先前所有的内容放在这封密函之内，还请典一大人过目。若典一大人有任何疑问，尽管询问卓英。方大人，我这双眼几乎已废，这密函我如何看得清晰？是卓英疏忽了，卓英自会把密函内容详尽向典一大人说明。方大人，交接之事，青海宫大可传我去季风馆，不必劳烦方大人特意跑这一趟。典一大人，师父别无他意，只是稍感不适，身体有恙，所以特派卓英前来，还请典一大人见谅。不是？是。你别挤啊！谁挤你了？是你挤的我。让一下，小心我的水灯。让一下，来吧，你放这儿。放好了。小心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你们俩放什么灯啊？哎呀，那日陛下从双平湖回去后啊，淑容妃就在清晨宫待了一整夜呢。陛下这些年从未宠幸他人，淑容妃可不一般呐。对呀，这不是也想来沾沾喜气吗？啊，让一下，啊，让一下，放这儿。我来这儿，好了吗？慢点。好了，好了。西南一带还是不太平啊。朱亥刚除，西平港又有海盗作乱。哼，有些人怕是嫌朕这日子过得太自在了。海盗袭击西平港，原不是这些年才有的事。早些年他们上岸，劫掠财物，遍及隐匿。程赫然驻守西平港多年，早有对付他们的法子。
可是眼下这些海盗，短时间盘桓不去，连续攻击，应该另有目的。臣分析过战报，结合了细作的线报，断定了他们是在刺探西平港的防备弱点。诚如陛下所言，这些人应该是尼华罗与吐火鲁的军丁假扮。这群雷州人，胆子当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他们屡次犯边，应该不是他们的本意，是胡库人在挑唆受益，与胡库袭击黄泉关乃是双管齐下，南北呼应。汉州那边，消息线的修补交接的如何了？臣已整理完毕，移交给了居典仪。何事喧哗？还不快去看看！陛下，何事惊慌？奴婢们在湖边放水灯，走水了。又不是过节，放什么水灯？还不快说！宫里人都说，淑容妃在湖边放水灯才被陛下宠幸的，所以奴婢们也想沾沾喜气。混账！穆德谦，奴婢在。宫人私下议论帝妃，该当何罪？杖责20。今日放灯的人，各杖责20。若以后再有人敢在双平湖放灯，杖30。若屡犯者，押入内狱。遵旨。还不快拖下去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拖下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。启禀陛下，方才只是些水灯失火，所幸又在水面上，已经被扑灭了。知道了。西南那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至于北边，你且放心。臣遵旨，臣先告退。800里将军！800里将军！没事吧？800里将军，不要管我。800里将军，快！800里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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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混账！假装海盗侵袭海岸，刺探虚实，实派船舰隐匿海上。这尼华罗与吐火鲁，当真是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陛下，臣愿意带兵前往阻击，保卫疆土。苏明，你虽带兵多年，但对沿海一线并不熟悉。是啊，若派陆军增援，不安水战，也是枉然。陛下，西平港乃是西南沿海的屏障，尼华罗和吐火鲁一旦打开西南大门，只怕将来难以收场啊。青海公，你有何主张？回禀陛下，臣愿一试。至于兵源，刘商军累年屯田，一直没有减员，愿为陛下肝脑涂地。是啊，还有青海宫的刘商军啊。青海公果然忠肝义胆呐。青海公当年随陛下安定天下，便是水陆皆战，水陆皆胜。今日有青海公出马，西平港定然安然无恙。如此甚好。青海公，此番行动全交由你负责，即刻出发。臣遵旨。师傅，西平港情形甚危，师傅此番前去，您真的不要卓英陪您一同吗？西平港再乱，他能翻得了天吗？师傅的意思是，京畿要地与西平港孰重孰轻？卓英明白。陛下的安危永远放在第一位。我不在都中的时候，你跟哨子要日夜留意，保证陛下的安全。还有，你要留意是否有人盯着灵锦寺在汉州的细作网线上动手脚。师傅，您也一路留心。放心，
我已经传消息给刘商军，刘商靠近西边，我先跟他们主力会合，再赶往西平岗。卓英定不负使命。 参军，汤将军可在营房？在，小的这边去禀告。不必了。是。汤将军，方大人前来，可是有要事找汤某商议？是。末将发现，自10日前水井屯一战之后，逃走的2000胡库兵在黄泉关彻底消失了。 没有任何的线索，末将觉得很奇怪。这2000人总要吃喝，总要宿营，就算隐藏的再小心，也总会有线索的。方大人和汤某想到一处去了。胡库那边的细作没有传来任何消息，我已派出人手前往关外查探，但至今尚无结果。我方才查看地图也是在想，这冰川之路已然封上，他们既无退路，到底隐匿在了何处？末将只是担心。 这水井屯一战只是胡库人的计谋，我怕后面还有更大的威胁在等着。方大人所言极是，若胡库趁此当口大举进攻，黄泉关的百姓怕是在劫难逃。本将军即刻增派人手前往关外巡查。末将想带一小队人马前往水井屯查探究竟。你乃是参军，原不用如此劳苦，带兵打仗才是你的职责。黄泉关是大征的命脉。 保证黄泉关的百姓不被胡库人欺凌，才是我等的职责。还请汤将军允准末将的请求。难得方大人有这份担当，你便点一队人马出关去吧。是。等等，如今大雪风暴将至，黄泉关外尽是荒漠戈壁，偶有断山，胡库人凶残又暴力，万事小心为上。谢汤将军。 将军，天气凉了，加件衣裳吧。你说，这渡鸦几日能到达西平岗？属下并不知道这渡鸦几日能到达西平岗，只知道会比人快。他们就算再快马加鞭，也快不过这只渡鸦。哼！他欠我一条命，你说他会不会拿方建明的命？ 来抵我的恩情呢？你说，这雪是不是追着咱们哥几个跑？啊？哎，咱们出来2日，就下了2日2夜的雪，还不能生火。要我说呀，还不如生火呢。引几个胡库兵过来打一架。 还能暖和暖和。我是宋典，急着追上大家，毯子拿的不多，大家将就一晚吧。几个人共用一张，能暖和一些。别等胡库人来了，冻得哆哆嗦嗦的，拿不住刀了。来，多谢。
大哥，分给大家吧。来，兄弟。之前汤将军曾跟我说，有一名小队长在黄泉营待了8年，说的就是您吧？是，宋典参见方大人。听说你之前负责巡查送讯的工作，人称活地图，想必你也是对周遭的地形熟悉，所以才派你来的吧？是的。宋大哥是汉州人。汉州人。汉州1年之中大半时间比这还冷，要不是当地人习惯了，怎么在这地方待得下去啊？不像你们中州人，在这待个3年2载，一到换房的时候，就哭爹喊娘的要回去。说话别这么难听啊！就算你是汉州人，你就心甘情愿待在这军营里啊？就是。再这么说，家里也比军营舒服多。要不是为了养活老母妻儿，谁会愿意待在这种地方？汉州也有绿洲，并不是处处戈壁。这一走了2日了，都没有见到胡库人。宋大哥，你说这胡库人会不会藏在附近的绿洲啊？胡库人劫掠为生，待在绿洲做什么？休养生息。再者说了，天冷了，大多数绿洲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。那要如何寻找胡库人呢？从水井屯撤离的胡库人，少说也有1000人，不可能什么都不留下的。可我看这一路走来，一直在下雪，就算有马粪也被盖住了。方大人，您真是用了心了，还请宋大哥多指点。小的不敢。不过，今年胡库蛮子饿得慌了，知道咱们关上有粮，就跟狼嗅到了血腥气一样。进水井屯被反击了，现在都盯着黄泉关。要是从西边迂回300里来找粮，怕是粮还没找到，人已经饿死了吧？倒不如寻找迦满人所在。迦满人？是的，黄泉关外东为迦满，西为胡库，胡库又分为左部和右部。迦满人大多散居，但也会有自己的聚集地。胡库人喜欢到迦满人的聚集地劫掠，除了抢劫食物之外，还会抓近1000人养在军营里，打仗的时候用他们做两脚羊。两脚羊？就是2只脚的牲口，平日当做牛马用，上了战场就是挡箭牌。历来兵书上只教用火牛阵，没有教用活人来当挡箭牌的。这些人为了打仗，真的什么缺德事都能做出来。哎，小五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打水井屯的时候，好像也有迦满人。对，那他们为什么到处散居呢？迦满人一向是蛮族中的异类，以耕织商贸糊口活人，并不喜欢争斗。近些年来，屡屡被其他蛮族部落侵略，逐渐失去土地，变成了流民。再加上弱小的迦满人夹在高大壮硕的胡库人之间，一眼就可以分辨，所以被胡库人抓来做挡箭牌。那明日便有劳宋大哥，带我们到迦满人时常聚集的地方去。遵命。睡吧睡吧，咱明天还要赶路呢。睡觉。醒醒！刘哥，雪停了，怎么是这个时候啊？幸亏雪停了，不然这雪得把咱们给埋了。哎，宋大哥呢？哎，昨日夜里不是还睡在这儿吗？大人，小的去四周转了一圈，辨别了一下方向，由此向北1日多的行程，便到了皮罗山。皮罗山下便是迦满人时常聚集的地方。好，那便往皮罗山出发吧。是。大哥，脚印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迦满人特别多？这一路走来，马蹄印都多了不少。果然马蹄印变多了。糟了，会不会是胡库人在追击迦满人？这些足迹是向东侧去的，咱们应该向东快追啊！
连续下了几日大雪，就算有脚印，也应该早被盖住了。突然有这么多脚印，大概是有埋伏吧。方大人，机不可失啊，咱们还是应该快些追啊！宋大哥，你昨日夜里去了哪儿？谁派你来的？你的主谋是谁？大哥，怎么办？他把我们引过来，一定是因为胡库人就在附近。这附近只有皮罗山能够隐藏大批人踪。那就沿着马蹄印走。他让我们向东走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往东走。这样吧，你跟我一起，我们包抄过去查探看看。是。王，自从那边的人传来消息，说带着方海师往这个方向来了之后，就失去了联系，我们也没有寻到他的踪迹。难道他识破了这里的陷阱？也罢，咱们先按原计划行事。此一，你为先锋，若遇到方海市，就给我杀了那个狼崽子；若是遇不上他，也别管这个小卒。尽管避开大征前哨官兵，直抵黄泉营，我们的目标是一举拿下黄泉关。此战若胜，汉州就是我胡窟总部的了。好像是胡库主力，行军的方向是黄泉营，他们要搞奇袭。不行，你回去通知汤将军，我去麒麟营看能不能搬来救兵。好。胡库大军来了！胡库大军来了！快备战！事无要和消磨，快开城门！是。果不出所料，前日线报称胡库左部主力还在水井屯，今日已偷偷向黄泉关挺进了。想靠奇袭占便宜？傅大人，在，立刻传消息给麒麟营前来救援。是，谭将军，方大人已经前往麒麟营了。什么？方大人对地形不熟，避免出现意外，再传。是。探子营立即出发，沿黄泉关至毗罗山沿路查探，半个时辰一送消息，不可懈怠。是。张大人，立即调派所有兵将部署行动，严阵以待。是是是。西滨港刺史陈赫然参见青海公。现在情形如何？敌方战船尚未攻击，但已在攻击范围之内。敌我状况？敌方战船与西平港相隔不过110海里，若乘风疾驰，不消半个时辰，便可攻打西平港。目前探知，大敌船有30艘，不知有否后应。西平港军备，大战船仅有8艘，小船15艘，驻军1万有余，加上流伤军不过2万人，可能这场仗要僵持很久。青海公疾驰数百里，想必劳累已极，不如先下榻歇息。把所有军事部署，还有人事的分配，所有卷宗送到我房中。还有，政府将领有何特长，一并告知。是。青海公，这是副将修风，为人仔细，对西平港也熟悉。作战之日，便跟随青海公左右侍奉。卑职带路，青海公，请随卑职来。
汤将军，胡库大军已然逼近，何时下令放箭？人群中有很多加满人，贸然放箭，恐怕会伤到他们。眼下形势十分凶险，倘若黄泉关失守，便可危及到大征啊！准备放箭，尽量别伤到加满人。是。准备放箭！准备放箭！守不住也得守。西林营那边可有消息？侦察线被劫，消息传不进来。是谁利用？ 传令下去，能出战的全部集结，随本将军出战。官在人在，官毁人亡。是。
保护加满人。是。